大家好，我是兽医白话。最近有很多粉丝问我的创业经历，今天就出一期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创业的一些认识与经验。其实选择兽医的原因很简单，我们家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搞养殖，在养殖方面遇到过很多的问题，那时候兽医很缺，造成爸妈养殖损失很大，就让我对这个行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跟生命有关的工作是有强大的成就感，能为更多的养殖户解决养殖方面的困难，我就选择上了畜牧兽医学校，也就有了现在的兽医白话。上学这2年的每一个寒暑假，我没有让自己闲下来，去牛场实习，因为大一点的厂里有更多的学习的机会，也有学校以外能指导我的前辈。上学这几年得到的不仅是一张文凭，更多的应该是知识和能力的增长。作为一名畜牧兽医毕业生，毕业也不仅仅只有谋职这一条路可以走，同时还可以继续读书，继续获得更高的学历。而我和身边大多数同学一样，15年7月份毕业，选择去牛场上班继续学习，后来又去兽药店上班，直到17年3月份，由于我的脾气和性格不好，不愿意被人说，喜欢自由自在，为了实现梦想，我就选择回家创业，辞职去学习了养鸡的技术，攒了1年的工资，只支撑了我40几天的学费。已经毕业的我也没有伸手找父母要钱，贷款养鸡，回到家匆匆展开我的养鸡之路，两手空空，白手起家，唯一的资本便是脑袋里有限的知识。那时的我只有一股勇往直前的魄力，一心想着往大做，当老板，从未考虑过程怎样。好在我不管做什么，我的父母都很支持。在爸妈的帮扶下，我开始养鸡，我的养鸡场打造成功，我开始了育可蛋鸡散养的养殖，养殖量不大，却很受消费者青睐。农养肉鸡周期短，所以养殖的人较多，而散养蛋鸡是用传统的方式养殖，周期长，生长速度慢，风险大，一般人不愿意大规模养殖，所以散养蛋鸡市场有空档，正好趁机介入。耕耘者最信得过自己的汗水，每一滴都孕育着一颗希望的种子。后来我又开始蛋鸡、肉鸡一起养，就这样来来回回，不断扩大规模，不断去各地学习。听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认为我的创业道路成功的轻松而又简单，其实不然。我每天起早贪黑，早上早起来喂鸡，结束之后赶早市卖鸡蛋，中午回来又要拉着去宰鸡，收拾得干干净净给顾客送去。而且绿可蛋鸡的出售并不顺利，我早起提着鸡蛋去市场，起初会因为顾客嫌贵而一天买不出去几个，后面慢慢积攒了回头客，生意有点起色的时候，旁边摊位生意人不乐意，尽管我们时常也会给鸡蛋去赎回，也免不了被赶走。肉鸡出栏，市场价格低，为了卖到更好的价格，我拉着鸡赶鸡给散户卖。就这样，我坚持着，从几百只到几千只，从提着鸡蛋到各个广场赶早市，从赶鸡到市场发鸡，一笔带过的语言里的泪水和汗水只有自己知道。终于一切都顺利了，没有那么忙碌，我又起了新的想法，开家兽药店。兽药店开启之后，又开始忙忙碌碌，早出晚归，出诊、看店、养鸡，直到19年年底，刚要出栏的5000只肉鸡，因疫情的影响，鸡发不出去，料回不来，加上疫情的管控，没办法天天去鸡场，一次赔得血本无归，负债累累，所有的精力和积蓄全部被耗尽。人生不是回头票，一旦动身，绝不能复返。我的养鸡之路宣告失败。创业失败那1年，我吸取了教训，没有急着去再次开始创业，老老实实经营兽药店。但是总觉得自己不满足，又开始折腾。
花钱去学习了养牛技术，我开始了我人生中第2次养殖的道路——养牛之路。也许不懂的人可能觉得吃饱喝足就能养好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自信地想凭借着所学的知识及诊疗技术，以及平时和养殖户的沟通交流，想着养牛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因心得手。的确，在刚开始的时候养得不错，但是之后由于疏于照看，缰绳没绑好，导致一头牛摔倒被勒死。小牛出生成活率低，短短2-3个月5头牛就死掉，我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。好在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，总是为我们这些不畏艰难的人留下一条攀登的路。我们不断翻越生活这座大山。21年的1年时间，我陆陆续续都在不断的去外地学习养牛、诊疗、手术技术。直到22年1月份，我又在固原市中和乡开了一家兽药店。一路走来坎坎坷坷，当兽医也避免不了医患关系。开店的这些年，遇到过很多的问题，被养殖户扣家不让走，甚至因为纠纷闹到派出所，看完牛不给钱等等。我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因为我是一个女孩，我更要坚强。所有的挫折都是成功路上的垫脚石，不要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而否定自己。生活不会一路平坦，总会波澜起伏。随着时间的改变与积累，看着自己的成果，拯救的一条条大小生命，看到动物摆脱痛苦，得到养殖户认可的时候，我特别的开心。凭借着不错的口碑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付出，我的事业和生活一步步朝着自己努力的方向发展。生活可以是甜的，也可以是苦的，但不能是没味的。你可以胜利，也可以失败，但不能屈服。即便道路坎坷不平，车龙也要前进；即使江河波涛汹涌，船只也要航行。事常在人为，但事在人为。我用了7年得到的成果，仅用寥寥数语就能简单说完。道路且长，行则将至，行则不辍，则未来可期。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定是脚踏实地的付出。所有的成功都是来自不倦的努力和奔跑，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。你无法找到捷径，持之以恒，终将迎来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兽医白话。